怀孕3个月，沈南风突然收到丈夫陆晨舟递来的离婚协议，只因他的小青梅为救他毁容，嫁不出去，他要对他负责，给他一个家。南风，冉冉是为了救我才变成这样，我不能不管她。你放心，在我心里，你才是我唯一的妻子。你暂时先住在北郊的别墅，安心养胎。我会找最好的医生给冉冉做修复手术，等她恢复容貌，我就送她离开。沈南风被他拥在怀里，听他许诺着复婚后的种种补偿，手脚发冷。他的怀抱一如往昔，却再也给不了他温暖。沈南风挣脱他怀抱，平静地在离婚协议上签字。陆晨舟看着他冷淡的表情，突然有些心慌地将他抱紧。南风，你不会离开我的，对吗？手机铃声突然响起，陆晨舟看了一眼，等不及他给出答案，就拿着离婚协议急急出了门。沈南风看着他匆忙的背影，缓缓拿出手机，拨出了那个号码。妈，我决定了，出国和你们一家团聚。陆晨舟无非是仗着他原本是个孤儿，2年前养母去世后，他最亲近的人便只剩下他，离开他，他无处可去。他却不知，1周前他的亲生父母联系了他，想让他出国定居，和家人团聚。他还没来得及分享喜讯，就迎来了他的离婚协议。他曾许诺，他若不离，他此生不弃；他若负心，他此生绝不回头。沈南风直接去了出入境管理处办理签证，工作人员将回执递给他，客气道：“沈小姐，签证办理完成大约需7个工作日，当时将会短信通知您进展。和他相爱7年，彻底离开他只需要7天时间。”沈南风攥紧回执单，低声道谢，而后打车回家，准备收拾行李。刚到家，就见家门口堆了一大堆杂物，仔细一看，全部都是他的行李。林冉冉正对着佣人吩咐：“这些垃圾看着实在碍眼，早该丢了。你们仔细点，一张废纸都不许留下。”沈南风皱眉，快步冲了过去：“你做什么？住手！谁让你们动我的东西？”林冉冉看见他后，立刻瑟缩了一下，一边往陆晨舟身后躲，一边小声解释：“沈小姐，我看你怀孕了，身体不方便，才想着帮你收拾行李。我以为这些都是你不要的。”陆晨舟将林冉冉护在身后，皱眉看向沈南风：“冉冉也是好心帮你，你语气这么冲干什么？这些东西本来也是垃圾，丢了就丢了。郊区别墅我都给你买了新的。”沈南风不可置信地看向他。7年前养母身体不好，他一边勤工俭学，一边赚学费，一边赚养母的医药费。就在上学的路上，捡到了因陆氏破产而酗酒倒在街边差点冻死的陆晨舟，他悉心鼓励，陪着他一步步走出阴霾，伴着他东山再起。吊在他左手边的银手链是他谈下第1个合作后买来送他的第1份礼物，踩在他脚下的灰色围巾是他亲手织的。送他时，他欣喜地抱着他转了好几圈，说要戴一辈子。被林冉冉撕烂还碾了好几角的信纸，是陆晨舟每次在外出差时寄给他的信，上面每一个字都是他的思念，满地种种都是他珍藏的2人之间的回忆。可现在他说这些本来都是垃圾。见沈南风迟迟没说话，林冉冉在旁边道：“沈小姐，这些你还要吗？”沈南风摇了摇头，语气涩然：“不要了。”林冉冉眼中闪烁着几分得意，而后吩咐佣人：“既然沈小姐不要了，把这些都烧了吧。”陆晨舟这才看清地上的东西，全都是沈南风珍藏在展示柜的宝贝。他曾靠在他怀里，笑着说以后老了还能靠这些回忆来世路的种种甜蜜。他神色一变，下意识要阻止。林冉冉笑着看向他：“反正都是垃圾，晨舟哥，你不会反对吧？”陆晨舟最终将脱口而出的话咽了回去：“你开心就好。”他不由看了眼脸色苍白的沈南风，反正他们日子还长，以后多的是美好的回忆。沈南风静静站在原地，看着佣人将他的心血尽数焚毁，种种过往都被烈火焚为灰烬，一如他对陆晨舟的感情。最后看了一眼，他转身要走，林冉冉却突然拉住了他：“沈小姐，郊区路远，虽然你们离婚了，但你还怀着晨舟哥的孩子，一个人他肯定不放心。晨舟哥正好刚教会我开车，我们送你去吧。”陆晨舟欣慰地看着林冉冉，沈南风却不相信他会这么好心，他警惕地往后退开一步：“不用了，我……”不等他说完，林冉冉就红了眼眶：“沈小姐，你是嫌弃我？”陆晨舟顿时直接拉住沈南风的手腕，将他拖上车：“走吧，别辜负了冉冉的一番好心。”林冉冉顿时破涕为笑，3人依次上了车。沈南风坐在后座，
看着林冉冉发动车子，心底莫名不安。他的手下意识抚在腹部，紧张地观察着林冉冉的动作，不经意间却从后视镜里对上林冉冉的眼神，那双眼正死死盯着他，像是淬了毒的蛇，冰冷恶毒。沈南风顿时毛骨悚然，立刻道：不，我要下车。然而林冉冉直接抬手将车门锁死，下一刻他径直发动车子。沈南风还没反应过来，就看见车子像是离弦的箭一般，直接朝着不远处的柱子上撞了过去。林冉冉失声尖叫：啊，不好，我将油门当成刹车了。砰，车子撞在石柱上，发出一声猛烈的撞击声，堪堪停了下来。关键时刻，陆晨舟解开安全带，扑过去将惊慌的林冉冉护在了怀里，而沈南风却毫无防备，整个人往前扑去，腹部重重磕在椅背，又被安全带拽回原位，身子几番震颤，小腹传来剧烈疼痛，他面色瞬间变得惨白，感觉到下身隐约有温热的东西流了下来。前座林冉冉扑在陆晨舟的怀里，双臂紧紧抱着他脖子大哭：晨舟哥，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我要就这么死了，再也见不到你了。陆晨舟紧紧抱着他，温声安慰：不会的，我不会让你有事的。他眼角余光瞥见后座的沈南风，只见沈南风摸了摸自己的腿间，指尖顿时一片猩红。陆晨舟瞳孔紧缩：沈南风，我的孩子。小腹越来越痛，沈南风眼前一黑，彻底昏迷了过去。等到再度醒来时，人已经躺在了病房里。陆晨舟坐在病床边，握着他的手，正关切地看着他。沈南风带着几分希冀看向他：孩子。陆晨舟眼神一暗：南风，孩子还会有的。沈南风眼中希冀瞬间破碎，带着冷意的眼神看向站在一旁的林冉冉。不等他说话，林冉冉率先哭出声来：对不起沈小姐，都怪我太紧张了，把油门当刹车踩，才会导致撞车，害你没了孩子，都怪我，对不起对不起。沈南风想起车祸发生前林冉冉那个眼神，遍体生寒。林冉冉，你分明就是故意的。林冉冉哭得更加厉害，一脸委屈看向他：沈小姐，我这么爱晨舟哥，那可是晨舟哥的孩子呀，我宝贝还来不及，怎么会舍得伤害他？陆晨舟顿时将林冉冉揽在怀里安慰：好了好了，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别太自责。说着，他扭头看向沈南风，眼神有些冷。孩子3个月还没成型，不能算是个人，只是一团肉块，以后再怀就是了。我知道孩子没了，你伤心，可冉冉好心送你，他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你何必这么咄咄逼人呢？沈南风看着他那张陌生又凉薄的脸，心彻底凉透。以后他们再也不会有以后了，孩子没了也好，他根本就不配做孩子的爸爸。沈南风痛苦地闭上眼睛，不想再看他们一眼。然而林冉冉却不肯放过他，他拉了拉陆晨舟的袖子：沈小姐，你身体虚弱，上下楼不方便，就先住1楼这间吧。陆晨舟点头，欣慰道：还是你想的周到。沈南风面无表情看向他们：我不去。林冉冉委屈地看向他：沈小姐，这次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还求你让我好好照顾你，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正好6天后是我和晨舟哥的婚礼，我也想你能一起参加，见证我们的幸福。沈南风错愕地看向陆晨舟，他此前从未提过婚礼的事。陆晨舟有些心虚地避开他的眼神，低声解释：冉冉因为毁容而自卑，给他一个世纪婚礼，这样别人才不敢看轻他。林冉冉感动地依偎在陆晨舟的怀里：晨舟哥，你对我真好。沈南风怔怔，还真巧，他另娶新欢的日子和他永远离开的日子刚好是同一天。沈南风不想回别墅看林冉冉，故意秀恩爱。陆晨舟却以为他还在赌气，根本不给他反抗的机会，强行将他带了回来。一进门，林冉冉指了指1楼的一间佣人房，一副为他着想的样子：沈小姐，你身体虚弱，上下楼不方便，就先住1楼这间吧。沈南风面容平静地推开门走了进去，将欲言又止的陆晨舟隔绝在门外。沈南风疲惫地在床上坐下，视线扫过佣人房内的布置。这是3间佣人房里最小的那间，里面布置很简单，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个衣柜，不过也比当初他和陆晨舟租的那间好很多。那时陆晨舟刚开始创业，他们为了省钱租了个很破旧的单间，窗户不严实，冬天的时候冷风从缝隙呼呼往房间里灌，他们只能依偎着取暖。他体寒，手脚总是冰凉，陆晨舟便时常将他的脚丫子藏在他胸口衣服里，冰冷的脚丫激得他打冷颤。他笑着抱住他：等以后赚了钱，我要买最大的别墅给你住，全屋开地暖，你再也不用受冻。
门外隐约传来陆晨舟和林冉冉的对话声，是在商量婚礼的细节。他们当初结婚很简单，婚礼也没办，只去领了证，花了200块去餐厅吃了顿饭庆祝。那天陆晨舟喝醉了，抱着他哭，发誓说有钱了一定会给他补一个世纪婚礼。别墅他终于买了，他却从主卧搬到了佣人房，就像他确实要办世纪婚礼了，可惜新娘却不是他。沈南风忍着小腹的闷痛，在往事里枕着眼泪入眠，睡得迷迷糊糊间，房门突然被人砰地踹开，沈南风还没反应过来，陆晨舟的身影已经裹挟着怒气冲了进来。他一把拽住沈南风的胳膊，将他从床上拖到了地上。沈南风，我已经和你说过，等冉冉的脸治好了，我就把她送走。昨天的车祸就是个意外，你为什么要报复冉冉？沈南风回过神来，忍不住皱眉。我没有。林冉冉也紧随在陆晨舟身后进屋，流着泪看着沈南风。沈小姐，我知道你恨我抢走了陈舟哥，可我和陈舟哥原本就是青梅竹马，论先来后到，那也是我在先。同为女人，即便你恨我，你怎么能把我受害的视频发到网上？你想要我的命是不是？那何必用这种手段？你直接掐死我就是了。他说着，疯了一般冲上来抓住沈南风的手，就往自己脖子上掐。沈南风甩开他，他便柔弱地跌进了陆晨舟的怀里。沈南风连忙拿出手机，一眼便看见了热搜上的内容。热搜是一个打了马赛克的视频，视频里是一个女人和好几个男人做那事的内容。然而视频打码并不严格，时不时能看见林冉冉的脸。不仅视频被顶上热搜，林冉冉还被辱骂是介入沈南风和陆晨舟婚姻的小三。陆晨舟满目心疼，紧紧抱着泪流满面的林冉冉。冉冉是为了救我才被玷污，你怎么能把她的视频发出来？沈南风白了脸，他根本不知道林冉冉被玷污的事。他攥紧手机，看向陆晨舟，不是我做的。陆晨舟满目失望，你还想狡辩到什么时候？冉冉一心为你考虑，将你接回家照顾，你却半点不知感恩，还做出这么恶毒的事情，我对你实在是太失望了。他说着，直接将手中的文件甩了过来。那是一份打印出的聊天记录，上面的内容便是有人花钱安排对方发布视频，彻底毁掉林冉冉那个花钱的人用的头像，和沈南风是同一个。沈南风急切道：陆晨舟，我是讨厌他，可我没有发过这种消息，不信你可以查我手机上的聊天记录，这个肯定是别人用我的头像伪造的聊天记录。陆晨舟眼神冰冷，你以为我是傻子吗？聊天内容你肯定早就删掉了，还等我来查？这次你实在是太过分了。你有没有想过冉冉以后要怎么见人？我已经安排了公关部去处理，他们会将视频上冉冉的脸替换成你的澄清视频内容。他一句话直接宣判了他的死刑。沈南风猛地抬头看向他，你担心他没脸见人，就没想过我以后怎么见人？陆晨舟眼神一暗，最终还是狠下心来，谁让你做这种事？你也只是自食恶果罢了。何况就算你名声坏了也没关系，我会护你一辈子。沈南风再也忍不住，眼眶顿时盈满了泪。他就是这样护自己的，他还真是无福消受。他再也忍不住看着陆晨舟和他怀里的林冉冉，冷喝：不想看见你们出去。陆晨舟脚步却没动。南风，公关部经理说只是澄清还不够，你得配合录个视频和冉冉道歉，承认这件事是你做的。沈南风连哭都忘记了，怔怔地看着他。如果我不肯呢？陆晨舟直接拿出手机点了点，手机很快接通，连接了另一头。视频里是在林园他养母的墓前。陆晨舟满目森冷，看向沈南风。南风，若是你不答应，他们就会把妈的骨灰挖出来撒掉。你最孝顺，一定也不希望妈因为你的任性死后都不得安生吧？视频里两个男人拿着铁锹正对着养母的墓地，就等着陆晨舟一声令下。沈南风顿时双腿发软，跪倒在地，攥紧了掌心，流着泪道：我拍。陆晨舟看着他悲痛欲绝的样子，也有些不忍，可一想到沈南风做的事，又狠下心来。林冉冉说的对，只有这样，以后沈南风才会吸取教训，再也不会做错事。他拿着手机调出视频模式对准他，他承认了视频里的人其实是他，是他故意算计林冉冉，是他介入了陆晨舟和林冉冉青梅竹马的感情。直到视频拍完，沈南风整个人眼底一片死寂，他看向陆晨舟，满意了吗？陆晨舟望着他眼底的绝望，嘴唇颤了颤。南风，我滚出去！沈南风再也忍不住，猛地一把推在他的胸口，将他和林冉冉一并赶了出去。门砰的关上，沈南风蜷缩在原地嚎啕大哭。门外陆晨舟叹息着的声音传来：南风，我说过，我爱的人始终是你，我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补偿冉冉罢了。这段时间你先冷静冷静，
答应我，以后别再任性做这种事了。沈南风抱着双腿，眼泪再也忍不住，他再度打开手机，点进热搜。陆晨舟动作很快，第一时间发了声明，视频已经全部被替换成了他的脸，无数粒谩骂潮水般向他涌来。沈南风尖叫着抱紧自己，痛苦流泪。不知哭了多久，手机响起，沈南风接通，妈妈担心的话传了出来：南风，怎么回事？你的视频怎么会挂在热搜上？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沈南风听见妈妈的话，再也忍不住，满腹委屈，哽咽着将事情简单说了一遍。妈顿时怒不可遏，这个陆晨舟真不是个东西，竟然这么对我女儿，我不会放过他。南风你别怕，林冉冉，我知道他之前在国外时做人情妇，被人在大街上扒光了扇耳光，在国外待不下去才灰溜溜回国的。我现在就把他的视频发出去，让这些人看看他的真面目。沈南风一听连忙道：妈，你先别发，妈妈疑惑，他们都这么对你了，你还心软？沈南风眼神冰冷，不，我要在他们婚礼那天再发出来，送他们一份新婚大礼。陆晨舟怕他再使坏，干脆将他反锁在了房间里。沈南风也根本不敢出门，一直躲在房间里，默数着签证办完的日子。好不容易挨到陆晨舟和林冉冉婚礼前一天，沈南风一大早就被林冉冉的尖叫声惊醒，他心头一跳，顿时涌起几分不好的预感。果然，不多时，陆晨舟便怒气冲冲地将门打开，冲了进来。沈南风看着他凶狠的眼神，下意识往角落缩去。你又想干什么？陆晨舟看着他警惕防备，还带着几分害怕的眼神，满腔怒气突然被浇熄。曾经，沈南风看向他的眼神总是充满爱意，他满心满眼都是他，第一时间冲上来扑进他的怀抱。可现在，那双眼睛里有害怕，有防备，却无一丝爱意。他怔了怔，南风，你怎么……他话还没说完，林冉冉便哭着冲了进来。他扑通一声，直接在沈南风面前跪了下来。沈小姐，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放过我吧。一次又一次，你不是把我的视频发到热搜，就是嘲讽我毁容，骂我丑八怪。明天就是我和陈舟哥的婚礼，你还有什么手段在等着我？我去死，我不敢和你争，我再也不敢了。他说完，猛地起身，朝着外面冲了出去。陆晨舟面色一变，立刻追了出去。沈南风起身，跟在了两人身后。出了佣人房的大门，他才发现外面不知何时用女人的口红写下了无数个猩红的大字，丑八怪。沈南风几乎不用猜都能猜到，这又是一出林冉冉自导自演的戏码。而此刻，林冉冉已经哭着冲了出去。陆晨舟刚抓住他手腕，就被他一把甩开，他猛地冲到路中间，恰好一辆车缓缓驶来，林冉冉直接撞了上去，车子急刹，林冉冉整个人惨叫着跌坐在地上。陆晨舟顿时慌了，冲过去一把将林冉冉抱在了怀里。冉冉，林冉冉流着泪，还在挣扎着，你让我去死吧，我不想活了，我害怕，我要去死。陆晨舟紧紧抱住他，别怕，冉冉你别怕，我会保护你，有我在，谁也不能伤害你。林冉冉哭着揪住他的衣襟，可是沈小姐说的没错，我就是个丑八怪，我这张脸根本比不上他，面对他，我永远只能自卑。他抬手捂住的脸似乎痛不欲生，陆晨舟急忙安抚道，不，你不是丑八怪，在我心里，你一样很美。林冉冉哽咽，我不信，我知道我已经毁容了，在你心里，沈小姐永远比我更美。陆晨舟无奈道，那你要怎么才信我？林冉冉抬手指向站在一旁的沈南风，除非他的脸和我一样。陆晨舟一愣，随即猛地看向沈南风。沈南风意识到不对，推开两步，下意识就想要跑走，然而身后传来陆晨舟冰冷的声音，抓住他。他跑开没几步就被两个保镖抓住，顿时动弹不得。陆晨舟手里拿着一把匕首，一步步朝他靠近。沈南风害怕的流下眼泪来，浑身颤抖。陆晨舟，你难道瞎了吗？那不是我的笔记，我被你锁在房间，这些字根本不是我写的。陆晨舟没有说话，他一步步靠近，他抬手，指尖在他的脸颊流连，却仿佛是一条冰冷的毒蛇在他的皮肤上游走。曾经他的手指划破一个小口子，他都心疼得不得了，现在他抬手捏住他的下颚，迫使他无法动弹。他双眸冰凉，你不该羞辱冉冉。冰冷的匕首贴在他的脸颊，下一刻便是剧痛传来，鲜血争先恐后涌出，顺着他下颚滴答，男人眼眶泛红，和他一起哭了。他低头吻了吻他唇角，温柔说，没关系老婆，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爱你。如此深情的告白，却是捅入他心间的匕首，深深将他对他的感情剜了个干干净净。沾血的匕首从他掌心脱落，掉在了地上。陆晨舟转身将林冉冉抱起，送回了屋内。沈南风被带去简单包扎了伤口，而后送回了佣人房。他站在镜子前，将脸上的纱布拉开，
看着脸颊上那道长长的狰狞伤口，又哭又笑，像个疯子。脸颊的伤一直隐隐作痛。沈南风蜷缩在床铺上，怔怔望着窗外，整夜无眠。已经到了陆晨舟和林冉冉婚礼当天，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房门被推开，看见蜷缩在床头的沈南风后，他眼中闪过一抹痛惜，而后在床畔坐下。他抬手试图触摸他的脸颊，沈南风侧过头避开了他的动作。陆晨舟直接一伸手，强行将他拉过去，紧紧抱在了怀里。南风，别怪我，冉冉是为了救我才毁容，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去死。我知道你性格温柔善良，这段时间你做的这一切都只是因为害怕失去我。我已经寻找到了最好的整容团队，等我和冉冉完婚，我就带你们出国。不管你还是冉冉，你们的脸也能恢复如初的。等她恢复了，我就把她送走，以后我的身边只有你。陆晨舟话音落下，沈南风放在床头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陆晨舟下意识伸手拿起，谁这么早发消息给你？下一刻，他便看见那似乎是航空公司发来的消息。航空公司，你要买票去哪？他还没看仔细，沈南风已经一把将手机夺了过去。他满脸麻木，发错了吧？陆晨舟皱了皱眉，那似乎是出国的航班。门口穿着一袭婚纱的林冉冉突然探头催促：晨舟哥，婚礼时间快到了，我们得出发了。陆晨舟顿时顾不得多想，相信了沈南风的说法。毕竟他外语不好，每次出国旅游都是他陪在身边。他松开他，温柔地在他额头落下一吻，压低了声音，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安抚着他。南风，虽然我今天要娶别人，但你相信我，我爱你，只爱你。等我还清他的恩情，一切就能回到过去。你等我。林冉冉没听见他说的话，只是得意地看了眼沈南风，仿佛在看着自己的手下败将，而后昂着头得意地挽着陆晨舟离开。沈南风捏紧了手机，看着他们离开，才平静地抬手擦了擦额头被陆晨舟吻过的地方。他已经不爱他了。他拿起手机短信通知他的永居签证申请已经顺利通过，妈妈第一时间给他买了出国的机票，并且发来消息：南风妈妈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一切，保证给陆晨舟和林冉冉一个难忘的婚礼。快回家吧，爸爸妈妈都在等你。趁着其他人忙着婚礼，没空注意他，混在人群里偷偷溜了出去。他打车直奔机场，踏上飞机的那一刻，他掏出手机找出陆晨舟的联系方式，毫不犹豫点了拉黑陆晨舟，此生不见。他没注意到手机关机前一刻突然有电话疯狂打了进来。陆晨舟站在婚礼后台更衣室，心中却有些不安，眼前不断浮现出早上离开前沈南风冰冷的表情。他都告诉他了，已找到最好的整容团队，很快会带他和林冉冉去做手术，他们的容貌会恢复，他和沈南风也能回到过去。可他为什么一点都不高兴呢？仿佛一切都和他没有关系一样。还有那条出国的机票信息，沈南风说是发错了，可他总是忍不住介意，这会儿后悔，当时应该多看一眼，确定。现在婚礼现场流连满目，是让无数人艳羡不已的精致华丽，他的脑海里想到的却是他和沈南风结婚那天，连婚礼都没办，只去领了证。拿到结婚证那一刻，沈南风捧着小小的红本子看了又看，眼底的雀跃欢欣几乎将他烫伤。他是那样容易满足，依偎在他的怀里，笑着说：以后我也有家了。看着怀里别无所求，望着他时眼里满满爱意的他在心里默默发誓，这辈子绝对不会辜负他，他一定会努力再努力一点，让他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现在他终于有钱了，可怎么却总是让他流眼泪呢？今天是他和林冉冉的婚礼，哪怕只是走个形式，沈南风肯定也会失落伤心的。陆晨舟心口发闷，想到这会儿孤零零在家里待着的他，忍不住打了电话过去。然而刚拨过去就提示电话无法接通。陆晨舟皱眉又拨了一遍，还是提示电话无法接通。他心口一沉，当即打了别墅里佣人的电话，去看看夫人在房间做什么。佣人惊讶不已，心下不由犯嘀咕，陆晨舟这里忙着娶新老婆，还惦记着旧老婆在做什么，可真是看不透他在想什么。但他不敢质疑，还是很快的应下，朝着沈南风住的那间佣人房而去。房门如往常一样被关上，佣人没在意，随手将门推开，却见原本应该待在房间的人早已不见踪影。佣人房里空空如也，佣人心下一咯噔，急忙走了进去寻找起来，甚至下意识在床下看了眼，沈南风不见了。佣人冲出房间，一边在屋内寻找，一边着急汇报道：先生，夫人她不见了。佣人的话恰好和陆晨舟这边婚礼音乐混杂，他没听真切，正要再听，恰好林冉冉冲了过来，挽着他胳膊，一脸不高兴地撒着娇：晨舟哥，
你还在打电话给谁呀？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都在等你呢。他甚至大着胆子直接将他手机拿了过去，按下了挂断后直接关机。再抬头，他撅着嘴，故意醋意满满的开口：今天你是我的，不可以惦记别人。陆晨舟怔了怔，顿时失笑，将手机随手放了起来。行，今天我是你的。他笑着揽住林冉冉，走出更衣室，往婚礼现场而去。沈南风就在别墅里等着他，等婚礼办完，他再回去哄哄他就是了。他却不知道，他刚踏出更衣室，佣人又再度将电话打了过来，可惜已关机。婚礼很快便正式开始，宾客来了上百桌，都齐齐望着台上的陆晨舟和林冉冉。林冉冉穿着昂贵的婚纱，带着千万珠宝，由林父牵着，一步步走向陆晨舟。他的眼角余光扫到台下众人羡慕的目光，心中的虚荣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不由高高的昂起头颅，越发得意起来。从今以后，他就是高高在上的陆夫人了，荣华富贵享用不尽，他已彻底改名。就在林父牵着他的手要放在陆晨舟掌心时，大屏幕突然闪烁了一下，而后一阵让人面红耳热的暧昧声音传入耳中。陆晨舟和林冉冉表情一变，林冉冉心中浮现几分不好的预感，扭头看去大屏幕，只见原本正在播放他和陆晨舟合照的大屏幕，此刻内容早就被替换成了他的私密照，照片切换了无数张，男主角不同，紧接着便是一个私密视频，视频拍得非常清晰。林冉冉被一个中年男人压在洗手间的台子上肆意玩弄，他满脸享受，一边配合的尖叫，一边说着一些毫无底线让人光听就面红耳赤的话。台下来参加新婚宴席的宾客顿时惊呆了，这是新娘子，这难道不是陆总吧？陆总对这新娘子是真爱啊，这都不只是绿帽子，头上是一片青青草原了。我听说这新娘子还是小三上位，其实之前给她拍视频道歉那个才是原配，现在看来那原配可真惨啊。原配沈南风我认识，人很不错，他和陆总在一起很多年了，绝对不可能是小三，大概是被逼的，男人可真无情。为了一个这样人尽可夫的女人，那么对自己的老婆，台下众人的议论声纷纷传入了林冉冉和陆晨舟的耳中。陆晨舟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阴森地看向林冉冉，林冉冉脸上血色尽失，指着大屏幕，嗓音尖利大喊：是假的，这都是假的，肯定是沈南风那个贱人做的，关掉，快关掉！他扑过去抱住陆晨舟的胳膊，晨舟哥，你信我，这些都不是我，都是假的，你快让他们关掉。而陆晨舟看得真切，那视频太清晰太真实，绝不可能是假的，只是再放下去丢人的不止林冉冉，还有他。陆晨舟皱眉，吩咐保镖去关掉。保镖点头，立刻便要去处理。而此时视频已经播放到了视频里的男人原配带着人冲了出来，那些人直接抓住林冉冉狠狠扇耳光，而后将人拖着直接到了大街上，对着他好一顿拳打脚踢。林冉冉哭着跪在地上求饶，狼狈万分。陆晨舟看着视频里的女人，脸色已黑沉无比，他没想到林冉冉在国外居然会做这种事。保镖此刻已经冲到了设备旁边，开关键没有用，视频一直在播放着，他心下一急，下意识要将电源直接拔了。恰在这时，屏幕里的内容再度切换，变成了林冉冉和人打电话的声音。看清那个画面后，林冉冉脸上一点血色都没了，她发了疯一样冲向设备电源处，伸手就要去拔。陆晨舟心下感觉到不对，伸手直接拉住了他。而屏幕里林冉冉说的话也传了出来，谁知道陆晨舟那么好命，居然赚了那么多钱，我和他青梅竹马，给我分点花花怎么了？我本来找人绑架他，只是想捞点钱，哪知道出了意外，害我自己毁容。当时他看见我，还以为我是去救他的，我灵机一动，就说自己是为了他才出事，他居然还真信了，真是蠢呐！除了沈南风那个傻子，谁会为了他连命都不要？屏幕上的声音还在继续，而陆晨舟看向林冉冉的眼神，俨然已经像是在看一个死人了。林冉冉望着陆晨舟的眼神，吓得双腿发软，几乎要跪在了地上。晨舟哥，这都是假的，不是我呀，你知道的，沈南风不想你娶我，他一次次的针对我，这些肯定都是他做的。对，是他见不得你对我好，是他嫉妒我。而台下有人听了林冉冉的话，忍不住大声反驳：沈南风要是有这么大本事，还能眼睁睁看着你抢了她老公吗？陆总放着那么好一个老婆，不要来宠这样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你到底在想什么？原来陆总被绑架都是这个林冉冉做的，陆总这是被人耍得团团转啊！林冉冉实在听不下去，对着台下众人嗓音尖利大吼：住口！你们给我闭嘴！你们就是见不得晨舟哥对我好，
见不得我过上好日子。你们是不是都是被沈南风收买了？你们嫉妒我，所以故意说这些是不是？是沈南风让你们说这些话的，他可真是个贱人。而陆晨舟一听见他骂沈南风，眼神一变，直接抬手一巴掌扇在了林冉冉脸上。他惨叫一声，流着泪看向陆晨舟，你打我。陆晨舟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林冉冉，我会派人去调查，你最好祈祷不是你。林冉冉吓得浑身发软，跪在地上流着泪不停辩解，晨舟哥，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这些都是栽赃陷害啊，你亲眼看见了的。沈南风陷害我那么多次，这次也不过都是他的手段罢了，你信我？我那么爱你，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他哭得楚楚可怜，陆晨舟却再也没法相信他了，他不是傻子，怎么会一点都看不出来端倪？而就在此时，在家里的佣人终于打通了保镖的电话，保镖脸色大变，对着陆晨舟道，先生，夫人不见了。陆晨舟一愣，顿时嗓音都颤了，什么意思？保镖立刻汇报，佣人说在家里找遍了都没有找到夫人的身影。地上的林冉冉眼神一闪，心下不由闪过一抹窃喜，晨舟哥，沈南风肯定是故意栽赃我，他知道他做了这样的事，被你查到，你肯定不会放过他，所以跑了。陆晨舟不耐烦地瞥了他一眼，直接一脚将他踹开，嗓音冷冽，闭嘴。林冉冉吃痛，直接佝偻着身体吐出口血来。陆晨舟看也不看，直接对着保镖吩咐去查，顺着林冉冉去查当初那起绑架案，还有查清楚最近发生的事。陆晨舟满目森寒，快步出了婚礼现场，直奔家里别墅而去。如果绑架案和林冉冉有关，足可见她是个多么心机深沉狠毒的女人，那最近发生的点点滴滴恐怕也都和她脱不开关系。而她居然为了报恩，无底线地站在了林冉冉这边，纵着她那样伤害沈南风，她甚至还亲手划伤了沈南风的脸。林冉冉说的不错，婚礼这场闹剧肯定是沈南风做的，可他性格倔强，如果失踪了，绝对不是怕他追究后果。陆晨舟不敢想下去，内心无数次祈祷自己是多想。他快步冲回了家里，佣人紧张地看向他，解释着，先生，你打来电话后，我第一时间就去佣人房看了，没有夫人的身影。陆晨舟皱眉，佣人房3个字是那样的刺耳。他冲进房间看了一眼佣人房，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床铺上有人躺过的痕迹，几乎遍寻不到沈南风存在过的证据。他恍惚了片刻，才想起来，当初沈南风流产，林冉冉说要接他回家好好照顾，却将他安排在别墅里最潮湿阴暗的佣人房，甚至连换洗衣服都没给沈南风准备。而他忙着准备给林冉冉的婚礼，竟一点也没发现。佣人还在小心翼翼道，别墅里我们都找过了，附近也都派人去看过了，都没有夫人的身影。陆晨舟捏紧了拳头，突然又想起离开前看到的那条短信，他要离开。他猛然瞪大了眼睛，急忙掏出手机打给保镖，去机场一定要拦下夫人。他紧张的连手指都在发抖，疯了一样冲出去，驱车拼命朝机场开去。陆晨舟一路超速，飞快地赶到了机场。保镖看见他也很快冲了过来，对着陆晨舟汇报，陆总，我们查到夫人确实买了出国的机票，并且在2个小时前已经登机离开了。保镖将调取的监控展示给他看，沈南风外语根本不行，他怎么会出国呢？陆晨舟看着监控里的内容，只见沈南风独自一人，他的手中只拿着一个很小的包，装着他的护照，连一点行李都没带。验票后，他便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登上了飞机，一次都没有回头。该是对他多么失望，才会走得如此决绝啊！陆晨舟心痛到无法呼吸，对着保镖厉声道：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回来。保镖看着陆晨舟状若癫狂的样子，只能应声去找，心下却不由叹息，既然那么在乎，当初又何必那样伤对方的心呢？明明就连他们都看得出来，夫人不可能算计林冉冉，偏偏最应该相信夫人的他，却一次次像瞎子一样偏袒，不仅害死了他们的孩子，毁了夫人声誉，还亲手毁了他的脸。现在夫人彻底死心离开了，他又疯了一样要把人找回来，可即便找回来又怎么样呢？他们也一样回不到曾经了。只是到底没人敢说这些话。陆晨舟回到了别墅里，看着满屋的喜庆红色，他眼神冰冷，对着佣人吩咐，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我拆了。佣人着急忙慌去收拾。陆晨舟冲回了曾经他和沈南风的主卧，想要找寻几分他留下的东西聊以慰藉，直到看见展示柜里已经全部换成了林冉冉买下的奢侈品包包、首饰，他才猛然想起沈南风的所有东西前几天已被林冉冉丢了。那时沈南风冲过来想要阻拦，可他却站在了林冉冉一边说话，说那些都是垃圾。那时沈南风眼底含着泪，最后在林冉冉的追问下，只说了3个字：不要了，一切都被焚毁。
那时沈南风看向他的眼神含着绝望和悲伤，原来他不只是不要了那些曾经，连他也不要了。陆晨舟在屋内一遍遍寻找，试图找出一丁点和沈南风相关的东西，然而林冉然处理得很干净，就像他对佣人要求的一样，一张纸片都没有留下。他内心浮现出巨大的恐慌，他害怕真的找不到他了。就像此刻他绞尽脑汁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会突然出国，又为什么会选择那个国家。明明他外语不好，去国外根本没法生活，有什么事情隐隐失控，他害怕自己真的要失去他了。陆晨舟发了疯的寻找了足足1个星期，都没有找到半点沈南风的踪迹，他像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般，让他再难找寻。陈舟越来越像个被逼到穷途末路的疯子，他直接带着人冲到了沈南风养母的墓地前，他让人直接打开了全球直播，而后亲自抄起铲子，对着养母的墓地开始挖掘。这样荒唐放肆的行为一下子就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直播间顿时涌进来许多人。陆晨舟很快便将沈南风养母的骨灰盒挖了出来，捧在了手里，神色中透出癫狂和偏执，孤注一掷般的看向镜头。南风，这是妈的骨灰盒，你一向对妈最孝顺，我相信你不会眼睁睁看着她出事，回来我的身边，不然我不敢保证自己会不会将妈的骨灰撒了。他看向自己的手机，等着沈南风主动联系他。然而等了好几分钟，直播间弹幕疯狂输出，都在骂他是个疯子，他却迟迟没有等来他想要的那通电话。陆晨舟的眼眶不由开始泛红了，他嗓音发颤，执拗地看着镜头，老婆，我知道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求你回来，无论你要怎么惩罚我都可以，只要你在我身边。老婆，你回来好不好？我不能没有你伤害你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包括我自己，但我求你回来。陆晨舟嗓音发颤，双手也开始变得不稳，他不甘心地看着手机，始终在等着沈南风联系他。然而无论他怎么哀求，手机始终平静。陆晨舟双手不稳，手中的骨灰盒几乎拿不稳，脱手掉落在地，他慌乱不已，下意识伸手去接，那骨灰盒却还是砸在了地上。然而骨灰盒摔裂开，里面竟是空的。远在异国的沈南风看着直播里陆晨舟错愕的脸，眼中露出几分讥讽。被他用养母的骨灰威胁，逼他录下那样耻辱的视频后，他怎么会觉得他还会傻到将养母的骨灰留在那里，等着他再来一次？看着陆晨舟错愕半晌，而后流着泪的狼狈模样，他面色平静地将直播直接关掉了。鳄鱼的眼泪罢了。直播刚关掉，房门被小心翼翼敲响，沈南风柔声道：“请进。”房门推开，进来一位温柔又优雅的妇人，模样和沈南风有5、6分相似，真是他的亲生母亲。沈母担心地看向他：“南风，你没事吧？”沈南风知道妈妈问的是直播的事，他来过国外已经1周了，当初下了飞机后，是爸爸妈妈去机场接他的，几乎在见面的第一眼，彼此就更加确信双方的血缘关系，不仅是相似，更是因为血脉里奇妙的亲近感。何况沈母在弄丢他之后一直十分自责，甚至患上了抑郁症。不在的这些年，沈母却仿佛他还陪在身边，每年都会给他准备他用的东西。母亲的爱意早已温暖着他的心。他和陆晨舟在一起这么多年，爸妈始终担心他受了太多伤害走不出来，一直小心翼翼的。这段时间陆晨舟找他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现在更是开了全球直播，做出这样荒唐的事。爸妈也担心他受刺激。上沈母温柔关切的眼神，沈南风主动挽住了沈母胳膊：“妈，我没事，我说过的，我和陆晨舟已经是过去式了，在我决定出国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将他彻底放下了。”沈母一听，顿时眼眶泛红，她抬手抚摸着沈南风脸颊上那道伤疤，心疼不已。她不敢想象她的女儿被自己昔日的爱人亲手划伤脸颊时该是怎样的痛苦。女儿可以放下，她却绝不会放过伤害女儿的凶手。沈母没有和沈南风提这些，而是温柔地望着他。当年沈南风走丢后，沈母一直很自责，郁郁寡欢，10年如一日地寻找着沈南风的下落。女儿吃了那么多苦，现在好不容易女儿回来身边了，她只想将这些年缺失的母爱全部补偿给她。妈妈知道你从小吃了很多苦，很坚强，妈妈相信你可以很快走出来。我和爸爸给你找的医疗团队已到位，今天我们先去面诊，做些详细检查，再确定手术时间。妈妈一定会把你漂亮的脸蛋还给你。沈南风一听也难掩激动兴奋，哪有人会不爱美，会宁愿被毁容呢？母女2人很快到了医院，沈南风正要跟着沈母一同去诊室，眼角余光突然看见医院门口一阵骚乱，人群朝着他们涌了过来，沈母和沈南风瞬间被冲散。妈，沈南风担心地看向母亲，沈母也紧张地冲过来要拉他的手，
却被混乱的人群推着往后跌开好几步。他像是想起不好的回忆，面色顿时大变，惊慌大喊：南风，南风！而就在这时，一个握着匕首的男人冲进了医院，拿着匕首对着人群肆意砍划。我没救了，凭什么你们还好好活着？你们都去死，都陪我去死！他面色极度狰狞，发了疯似的伤害着周围的人。沈南风急忙想要避开，却见一个小孩子跌倒在了地面上，正泪流满面，嚎啕大哭着，身体快于大脑，先行动了起来。沈南风反应过来前，人已经冲了出去，将那个孩子抱紧护在了身下，而那个握着匕首的男人此刻也冲了过来，面色扭曲着，握着匕首朝着他背上扎了下来。不远处，沈母看见这一幕，声嘶力竭大喊：南风！沈母吓得几乎要晕过去，沈南风也吓得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往下捅来的匕首被一只大手猛地握住，紧接着握着匕首的男人被人一脚踹在胸口，整个人狼狈跌倒在地，发出一声惨叫。沈南风听见惨叫声，错愕地睁开眼睛，那个伤人的凶犯已经被制服，在他正上方，一个穿着一身灰色休闲装的男人徒手握住了匕首，利刃划破他的掌心，伤口深可见骨。对上沈南风的眼睛，他却第一时间冲着他露出安抚的笑容。别怕，没事了。沈南风怔怔看着他，沈母慌张地检查着沈南风身上，确定没有伤口后，才松了口气，将沈南风抱在了怀里，喃喃着：还好你没事。他像是哄小孩似的。沈南风忍不住有些害羞，同时心里也暖暖的。他低声道：妈，我没事，你别怕。他温柔地轻拍着沈母的后背，沈母的情绪才渐渐平缓下来。沈南风看向男人，虽然努力学习外语，但口语有些别扭。他绞尽脑汁用英语说着感谢：谢谢你救了我，你的伤口看起来很严重，赶紧先去处理吧。男人笑着主动自我介绍：我刚才听你们说话也是国人，我叫沈望之。沈南风满目惊喜地看着他，这么巧，我也姓沈，我叫沈南风，实在太谢谢你了。沈望之轻笑：别客气，你不也救了个小女孩吗？因着沈望之毕竟是为了他受的伤，沈南风也顾不得去看脸颊了，一路跟在他身边。沈望之手受伤不方便，医生开了单子，沈南风第一时间拿过，抢着去付医药费，忙前忙后的跑。沈望之看着他热切又忙碌的背影，眼底蕴着笑意。而站在一旁的沈母打量着沈望之，男人身形修长，容貌英俊，不过相处了一会儿，便可看得出有良好的教养，更别说他十分善良，临危之际不顾自身安危，救下了沈南风。两人站在一起说话时，看起来也十分般配，这样的男人才适合他的女儿。沈母越看越满意，沈南风没注意到沈母异样的眼神，忙前忙后陪沈望之处理好了伤口。他虽然口语不行，但却也没因此逃避责任，一直努力尽职。等到看完伤，沈望之看着他因为忙前忙后而有些红扑扑的脸颊，主动道：我这边已经没事了，你先去忙你的吧，毕竟来医院肯定都是有事。沈南风主动和他留了联系方式：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有什么事你随时联系我，千万别客气。沈望之垂眸看着他，神色有些深，温柔一笑：放心吧，我不会客气的。沈南风这才挽着沈母一同离开。他很快去做了检查，好在陆晨舟还没有那么丧心病狂，他的脸被划伤，但是并没有到不能修复的程度。医生表示他的脸手术后慢慢疤痕就会消失，只是需要些时间。沈南风欣喜若狂，很快便确定了手术时间。出了医院，他又发了消息给沈望之，约定等他换药时他去接他，陪他一同来医院换药。毕竟沈望之救了他的命，又和他是来自同一个国家，沈南风心底对他很是感激。一来二去，两人变成了好朋友。沈南风已逐渐适应国外生活，脸颊伤疤修复后找了份设计师工作。在找工作那一刻，沈南风无比庆幸自己没有因为陆晨舟赚到钱就放弃自己的事业。他是直到怀孕时孕反太严重才申请了离职。他在国内多年经验让他在国外很快找到新工作。沈南风的生活过得平静顺遂，只除了他渐渐感觉到沈望之似乎对他有些不同感情。下班后，沈南风和沈望之约了吃饭，想拐着弯和他把事情说清楚。下班时间刚到，沈望之已经在门口等他了。沈南风心里藏了事情，表情显得有些沉闷。直到餐厅看他魂不守舍，沈望之突然叹了口气：我的喜欢就这么让你为难吗？沈南风一怔，错愕地看向他，表情有些尴尬。沈望之微微俯身，看向他苦笑了一下：我们认识已经半年了，这段时间我有意让你感受到我对你的情意。你今天约我吃饭，我还满心欢喜了好一阵。看见你的表情后，我就知道事情不对了。沈南风看着他苦闷，下意识道歉：
对不起，沈望之第一次打断了他的话。南风，你不喜欢我，并不是你的错，你不用为此感到愧疚和抱歉。沈南风捏紧了手中的杯子，忍不住仰头看向他，与他对视着。相识半年，沈望之对他处处照顾，他的外语都是跟着沈望之学的，他是在他的帮助下才能这么快融入进这个城市。他的好，他不是看不见，心底思绪起伏。沈南风突然开口，其实我有一段长达6年的婚姻。沈望之有些惊讶地看向他，同时也意识到沈南风这是在向他剖析自己。他很早就感觉到他在感情这方面讳莫如深，像是藏着很重的心事。他猜到他受过情伤，也看得出他还没完全走出过去的阴影，所以他不敢随意和他告白。此刻听见沈南风的话，沈望之虽然好奇，想要更加了解他，但还是第一时间压下了自己的好奇心。南风，如果你不想说，可以不用说，你不用剖开伤口向我证明些什么。沈南风仰头看向他，沉默几秒，还是将自己和陆晨舟的事说给他听。沈望之惊讶地看向他，我听说过那场全球直播，没想到陆晨舟找的人居然是你。沈南风苦笑，是我。沈望之看着他，顿时无比心疼。南风遇见错误的人，并不是你的错，结局不美好，也不代表开始就是一场错误。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要丧失重新开始的勇气。沈南风怔怔，沈望之简单的一句话，像是拨开了他内心的那层迷雾一般。偶尔他也会怀念起曾经美好，但每次怀念都带来懊悔和痛苦。午夜梦回时，他确实无数次后悔，他是不是不该救他，他是不是一开始就不该开始，才不会和陆晨舟走到那样悲惨的结局。沈南风眼眶红了，是啊，我们只是走着走着走散了，也许一开始也是有真心在的吧。他突然就释怀了。沈望之突然俯身，温柔擦拭他脸颊的泪。南风，我不是要逼你现在就接受我，我可以等，至少我有自信，你并不讨厌我。沈南风不由紧张地捏紧了手指。沈望之那么好，他怎么可能会讨厌？对上他温柔又坚定视线，沈南风垂眸点了点头。两人聊了许久，沈南风起身去洗手间洗脸补妆。他补完妆，平复好情绪，刚走出洗手间，突然一道身影冲过来，一把将他重重抱紧在了怀里。沈南风被吓了一跳，惊慌地挣扎起来。你是谁？放开我！男人却只是抱紧他，用力到仿佛要将他刻进骨骼，嗓音沙哑到了极点，带着颤。南风，真的是你，我终于找到你了。这声音太过熟悉，沈南风吓得忘记挣扎。怎么会是你？陆晨舟。确定是他的下一刻，沈南风挣扎得更加剧烈，周围的人也已经若有似无看了过来。陆晨舟不得不放开他，眼神却始终贪恋地看着他，描摹着他的模样。看着看着，他的眼眶突然开始泛红。南风，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多辛苦？半年，足足半年，我没有睡过一次好觉，每天都在疯狂地找你，不断地找你。我无数次在梦里梦见你回到了我的身边，可是睁开眼睛却只能面对满室的冷清。每次听见哪里有人像你，我就第一时间赶过去，可却总是一次次失望。这次我也以为我会失望而归，可居然是真的。我就知道那家公司对着陆氏穷追猛打背后有原因。我顺藤摸瓜去查，竟查到和你有关系。原来真的是为了你，我找到你了，我终于找到你了。他情绪激动，拼命诉说着他的思念，眼神粘在他的脸上，贪婪地看着这张日思夜想的脸。他的脸已恢复如初，整个人闪闪发光，状态很好。没有他的日子里，他依然过得很开心。离不开的人只有他。然而沈南风除了最开始的惊吓，便只剩平静淡漠。他知道他离开后，陆晨舟一直在找他，爸妈气不过陆晨舟曾经那样对他，一直在暗中针对着陆晨舟的公司。在2个月前，陆晨舟的公司对外宣告了破产，他以为陆晨舟该放弃了，却没想到他终究还是找来了。他打量着眼前的陆晨舟，短短半年，他较之从前看起来落魄了太多，整个人身形消瘦了一大圈，头发也没再精心打理，看起来有些凌乱，因为长期失眠睡不好，眼下青黑一片。他看起来狼狈落魄，和7年前以前陆家破产后的他很像。不同的是，而今的他那双眸子很亮，有着无尽的偏执深藏其中。两人彼此对视着，沈南风突然叹了口气：陆晨舟，你何必找我呢？我们早就已经回不去了。陆晨舟瞳孔骤缩，难以接受，激动地上前，双手落在他的肩上。南风，怎么会回不去呢？我还爱你，不比从前更少一分，
甚至比从前多更多。我已经知道错了，我也是被林冉冉骗了。我没想到一切都是他自己的自导自演，我信错了人，才伤害了你。